日军大兵压境，长城一线战事一触即发。现将部队调整如下：傅作义的第7军团防守独石口。是。黄奕哲的第67军先防守古北口，等中央军徐廷瑶的第17军到达之后，再做整补。是。宋哲元的第29军防守喜峰口。是。上阵的第32军防守冷口。是。命令：中央军17军的3个师于3月5日、8日、25日分别进驻指定位置。行动吧。是。何应钦代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责，部署长城抗战。逢关必守，一字摆开。何委员长与蒋委员长都一样的路数，不图打赢，只求不败。是。ここに運べ！早く！関東軍はで輝かしい成果を上げた。これから長城を攻めるが、長城は外の敵を遮る障壁であり、東の果ては山海関から西に向かって伸び、九龍港、石門祭、議員港、海嶺港、霊港、東華港、紀宝港、羅文翼、馬蘭翼、湖北港へと続く。この100以上の関所を攻められると思うか？それは土台無理だ。そこには中国人が待ち構えているから、そんな攻め方はしない。いいか、霊港、紀宝港、湖北港さえ落とせば、偉大なる長城も子供のおとぎ話となる。諸軍の軍刀で万里の長城をこじ開け、諸軍の功績で新しいおとぎ話を作り出そうだ。好。何委员长，军事上的对抗是包含着攻和守2个方面吧？杨校长，依你之见呢？我们将67、29、32、17、59军一字排开，在关口步兵，这分明是一种防御方针。假如我们能够放弃守势，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是委座的思想是一面防御一面抵抗，和日本人的关系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所以在军事上我方绝不主动出击。我们在长城是想打胜仗，还是打败仗啊？那你说我们是能打胜还是打败呢？这完全取决于战役的指导方针。那以杨校长之见，委座这次批准的战略方针是对还是错呢？那就等战争的结束来评价吧。报告，电报。不到万不得已，不得用兵。蒋中正。长城喜峰口，面对日军铃木、服部2个旅团，一波又一波的轮番冲击，万福林的第53军眼看顶不住了。而奉命换防的宋哲元第29军正在赶往喜峰口途中。
今日中に必ず気泡校ロバさんコーチを占領せよ。暗くなる前に取れなかったら。旅长，这屋里全是弹药，全给我炸了！是。让日军闻风丧胆的赵登禹部大刀队，如神兵天降。战斗约2小时，敌寇被大刀砍死数百。
长城之破，尽弃一师，敌锐气为之一挫，无力反扑，纷纷北退。捷报出班，震动全国。あなた、お食事です。あなた。景之啊，我们的国策还是让位必先安内。眼下剿共的任务依然很严重啊，末日风声无数，北平的事宜只能够全权的交给你了。记住，在坚决抵抗的同时，要做到积极交涉。这是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国力对付强敌外辱的一种策略。頂上前線指揮官坂本中将に打題せよ。紀方公の戦いは皇軍の威厳を損なうものであった。ひどい文句だ。前線に来てみよう。ここまで言われるのか。入れ。お前たちの戦況は関東軍司令部東京までに伝わったのだ。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お前もしようか。はい。各部隊、飛行隊、歩兵連隊に命ずる。午後2時、強行攻撃せよ。日军服部旅团向喜峰口发起新一轮攻击的同时，铃木旅团向罗文峪扑来。日军意图很明显，喜峰口受阻，那就去你西线薄弱处另撕一个口子。
每一个关口都弥漫在炮火硝烟中。我守关将士上下用命，合力同心。第29军在喜峰口大刀喋血，第17军在古北口、南天门舍命搏杀，第32军在冷口激战震撼，刀光剑影，战局百变。日军挥师滦东，日军攻陷冷口，日军猛攻喜峰口，战斗僵持不下。给我接尾座。好，我等着。我已经调动了81个师，61万人啦。给我接尾座。什么？5部电话都在用。好吧。委员长他正准备第5次围剿呢。委座。兵法所言，实敌备之，强敌避之，就是教你们在强敌面前如何备之避之，而避免小敌自坚、大敌自轻焉的严重后果。目前绝不要轻言什么抗日，欲抗日先剿攻，攘外必先安内，违者严令处置。命令长城全线立即停火，与日军谈判。是。委员长什么意思？命令长城全线停火，后撤，和日军谈判。撤退？为什么撤退？从军事上讲，日本人已经没有了进攻的能力，现在只要我们坚持，撤退的应该是他们。好，作为军人，我服从你的命令，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今天的行为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命令，撤出阵地。是。长城抗战坚持了3个月，终因蒋介石的一道撤令而告终。长城一线关口豁然洞开。此时此刻，国内外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长城战败后，华北已经无险可守。日军突破长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3路挺进，一路逼近通县，一路占据湘北，一路抵达顺义。何应钦遵从蒋介石旨意，于1933年5月25日，派密使傅密云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提出停战提议，继而又于5月31日，派全权代表在塘沽同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份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举国大哗。不忍看，不想看，有志者奋起行动，还我河山。冯玉祥以诗明志，6月15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反对国民政府的妥协外交，通电武装保卫察哈尔。1周之后，
冯玉祥任命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军北征。同盟军连连告捷，国民政府却视为异己。在何应钦3路大军围堵下，至8月9日，冯玉祥被迫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之职。冯玉祥、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战仅仅坚持了55天。蒋介石不顾社会各界的反对及淞沪协定之后，终于还是和日军签署了塘沽协定了。条约规定，中国军队必须撤到延庆、通县、宝坻、宁河以南，而日军则可以据守长城一线，等于把东北3省、热河，还有察哈尔白白拱手让给日军，让义勇军和西北军将士的流血牺牲全都化为泡影。而现在，蒋介石是在政治上承认了日军的胜利。蒋介石为什么去签订注定要挨骂的协议呢？很显然，他是急于筹兵啊，他正急于把华北的兵力抽调回来，用在南方来对付我们。如此看来，国民党对苏区的第5次围剿很快就要到来了。蒋介石既然在政治上下了那么大的赌注，在军事上就一定想捞回来。可以想见，他这次进攻的兵力将会是空前的。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放心吧，中央苏区已经粉碎了敌人的4次围剿，这一次同样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我们再看看日本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塘沽协定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到平津以南，这就在北二平、天津和冀东一带留下了一大片真空地带。在这片真空地带，日军既可以建立汉奸组织，扶持伪政权，也可以直接出兵。平津是华北的门户，一旦被日军控制了这里，华北的大门就立刻被打开了，形势十分凶险。他们正在等待时机，制造事端。他们正在谋划，要把华北变成第2个伪满洲国，企图进一步地侵吞我们整个中国。さらに大事なことは、東進鉄道問題の紛糾により、ソ連が絶え間なくウラジオストックに兵を増やし続けております。あなたの考えはいかがですか？私はこれらはいずれも大したことではないと考えます。今最も大事なのは、占領した地域の管理を強化し、満州国をしっかりと立ち上げることでございます。満州を河北効力の後ろ盾とし。わかりました。难怪人们都说，在意大利，每一栋建筑都不一样，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是啊。Mr. Zhang. Hi. My friend. Hi. Hi. Ciao. 你好。Ciao. Marshal Zhang, my dad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and your wife over for dinner. We have already prepared the car. OK. 小妹，我还是不去了，您跟大姐去吧，我回去照顾孩子。布丽斯。Prego, di qua.
阿拉萨鲁德。好，干杯！阿拉萨鲁德。尊敬的塞克特先生，你的中国陆军改革建议书我看过了，其中就军队的训练和军官的培养、武器装备的购置以及大总兵的建设等各方面的意见非常详细。Sehen Sie mich wirklich so, Mr. Chang？我跟你这么讲，只要我们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50%，就可以把日本人赶进大海。但是我需要你的帮助。Wollen Sie mir sagen, dass ich nicht schon genug erzählt hätte？我是讲，希望你能够做我的顾问，就像我的其3人一样。General John, wenn ich nicht in der Lage bin, Ihren Wunsch zu erfüllen, ich vertraue darauf, dies wird nicht unsere Freundschaft verletzen. 当然不会。可是你要是做我的顾问，那就会加深我们的友谊。Ich brauche etwas Zeit zum 我需要时 Überlegen. 间考虑一下。好， Na gut. 那你就在这里多住些 Bleiben 时 Sie 间 doch 吧。 noch ein paar Tage. Nein, ich muss gehen. Ich muss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Ich kann dies nur dort 回 tun. 到德国去考虑。请。欧阳小姐，塞克特要走，作为他的保健医生，你是有责任的。我做错了什么？没错，有时候不做就是错。我真的不知道我错在哪儿。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留恋一个地方，往往是想念那儿的一个人。Ich hoffe, Sie früh wiederkommen. Ja, es könnte lange dauern. Trotzdem hoffe ich sehr, dass ich eines Tages wieder zurückkehren kann. Herr Segt, gute Reise. Vielen Dank. Es war sehr freundlich von Ihnen, mich zu verabschieden. Sehr gerne. Jederzeit. Danke. Auf Danke. Wiedersehen. 我去送送他。Fräulein Ouyang. Bitte, geben Sie dieses Buch General Zhang. Sehr wichtig. “我刚要下船，塞克特拉住我，小声说：“还有一件事情，请你转告蒋先生，中国和日本的仗一定要打下去。破译敌人的电报是获得情报的重要手段，你们要成立专门机关。这一点，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他可以推荐一个人。”校长，这个人我已经查过了，他是个美国人，全名叫赫伯特·亚德利。他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破译了上万条敌人的电报密码，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叫《美国黑市》，这是他的个人资料。去吧。非常感谢我这个德国朋友啊。其实子文也和我提起过这件事，要尽快组建一支能够破译日本密码的专门机构。现在看来是时候了。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了。是，校长。
哦，对了，校长，赛克特做顾问一事还没有消息吗？这件事还在谈，难度比较大。我急于想让他做我的军事顾问，就是想通过他能帮助我国民政府尽快的组建一支得势的机械化部队，来提高我们的国防。校长英明。Wie Sie wissen, hat Herr Chiang Kai-shek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ständig aufgewartet, sie nach China zu einsenden. Das würde ich auch sagen. Aber aus der diplomatischen Position ist die deutsche Botschaft nicht einverstanden, weil wir bald ein Abkommen abschließen werden. Japan will es nicht, dass Deutschland zu nah zu Chiang Kai-sheks Regierung steht. Dieses Problem ist, Deutschland will auch nicht diesen großen chinesischen Markt für militärische Waffen verlieren. Mit allem Respekt, Herr Botschafter, ich muss Sie unterbrechen. Ja, China braucht deutsche Waffen. Aber was China noch mehr benötigt, sind die Fähigkeiten und Instrukteure aus Deutschland. Denn gerade jetzt befinden wir uns in einer militärischen Übung und Vorbereitungstraining für den Kampf. Wenn wir den Chinesen diese Dinge anbieten können, haben wir sie in der Hand. Wenn wir das nicht anbieten können, werden sie sich meiner Information nach an Frankreich wenden. Und wenn das passiert, haben wir China komplett verloren. Das höre ich zum ersten Mal. Ha, ich fürchte, dass es noch viele Dinge gibt, die Sie zum ersten Mal hören. Und das gilt für Ihren Außenminister von Neurath ebenso.张将军，您的欧洲之旅终于得偿所愿。汉卿，蒋先生来电，他说请你回去，说上海为了迎接你，已经成立了迎接委员会。好，马上回国。张学良一行在游历了意大利、英国、德国后，于1934年1月8日，他们一行乘坐的福地伯爵号客轮停靠在了上海16铺码头。啊，宋先生，汉卿终于回来了。啊，汉卿，林老，陈先生，夫人，我们走吧。好的，请吧。张学良先生，张学良先生，请你回答我的问题，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张经理说一下吧。学良，此次回国，是应蒋委员长之电召。本人是中国之国民，为中国而出国，为中国而回国，但求能尽国民之责任而已。学良此次赶赴欧洲考察，印象和感想颇深，实非片言所能尽的。张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您此次回国有什么打算呢？学良此次回国，今后一切行止，悉听命于中央，愿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为国效力。啊，知道了，赛克特，安全下船以后，你们就把它安排好。好，您报命。新しい武官長です。宮様、ご無沙汰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ほどなく我々は王道楽土を作ります。本日は新しい町の
計画図をお持ちいたしました。見せてください。はい、どうぞ。こちらが新京大通り、これが八大建築。こちらは関東軍司令部、そしてこちらが皇宮であります。よろしい。木をたくさん植えるように、満州を一つの手本として亜州の他の地方にも広げればよい。シナも含めてな。はい。皇上，这天凉着呢，您把帽子戴上啊。天凉吗？凉着呢。我怎么觉得浑身都发热呢？哎呦，皇上，您那是心里头暖和，你身子骨受不了啊。皇上，您戴上吧。皇上，光绪爷的龙袍从老太妃那儿请回来了。不穿我大清的龙袍，我来这苦寒之地干什么？就是为了大元帅府吗？皇上，是臣等无能，有辱祖宗啊！皇帝陛下，皇帝陛下，皇上。満州の習慣に鑑み、天や祖先に祈る時だけは竜の礼服を着用するのを認めるが、即位の時は必ず元帥の洋服を着用いただきたい。必須穿元帥服。失政でお望み通り即位なされ、皇帝と称され、一体何がご不満なのですか？皇上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年号康德。
鲁迅先生，你身体好吗？谢谢会长的关怀，咳嗽轻微些了。你要知道，你的生命并不只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说得好啊！我们现在都应该把生命和身体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如今清废帝又派一帮小丑在长春粉墨登场，这就是历史的倒退啊！大中国又分裂出一个小满洲，什么皇帝？分明是日本人扶持的傀儡。乱臣贼子，国人皆曰可杀。日本人贪婪的野心是不可估量的，伪满洲国只是一个开始。对于中国，他必于最终吞没之而后快。唤醒民众，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民众知道事件的真相，知道日本人分裂中国的罪恶目的，知道这个末代皇帝如何贼心不死，置耻辱而不顾，心甘情愿地去抱日本人的大腿。国民觉醒，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Zusammenfassen. Gebe Ihnen die 3 Prinzipien der chinesischen Armee. 3个指导思想。Erstens. 第一 Armee begründet Recht 军队 zum 为 Herrschen. 统治权之基础。 Zweitens. 第二 Die Stärke einer Armee liegt in ihrer 军队 Qualität. 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Drittens. 第三 das Potenzial zu realisieren, 军队作战潜能 braucht jede Armee ein starkes, trainiertes 军官团教 Offizierskorps. 之培养。 Dieses Potenzial zu 由此你们 aktivieren 可知， müssen 军事强权 Tiere 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 nationalen Führung 这必须 dienen 是 mit einem 一 Ziel 心一 und 德的 einer Vision. 一元化领导。委员长，学良愿做您的侍从室主任，跟在您身边多学习。千里目，岂能便施于草芥之间呢？那您就把最难的事交给我去做吧。安庆，一个多事之秋，多的就是困难之事。请委员长示下，学良愿肝脑涂地，为委员长排忧解难。来到这个西吴，让我想起苏东坡写的一首关于杭州的一首诗啊：大千起灭一人离，未觉杭阴谁雌雄。历史的兴衰，往往也取决于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啊。是啊，人莫过于一颗颗尘埃，而历史又都是由人来写的。你刚才说让我把最困难的事情交给你，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东北的问题呢？共产党与之东北要困难得多。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这是他人望尘莫及的。
哎呀，主席，马骑得很好啊。主席说好，我就更有信心了。好就是好啊。所以同志，真不愧是马上虎豹啊，水中蛟龙啊！谢谢主席夸奖。马祖地龙飞快呀，弓如霹雳弦惊。了却苍生抗战时，赢得中华天下民啊！可怜白发生。哎，不能白发生啊！好一个不能白发生！主席，改得好啊！打败日本侵略者，还需要等到白头发都生出来吗？这些都是小把戏。怎能比雷同志驰骋疆场，八面威风呢？哪里，还要向主席多多学习啊！马上要出发了，来向主席道个别。看得出您心情好多了，身体也好多了，我们一直很惦念您啊。有人呐说我已经死了，连共产国际也给我们发来了唁电，高度评价我，说我完成了历史使命。可是我不是没有死吗？历史使命不也还没有完成吗？怎么样啊？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你那里有多少人呢？6000多人，可谓是兵强马壮啊！所以同志，你知道此次北上的意义吗？北上抗日，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说得不错。第5次反围剿的初期啊，我就说过，建议我们的红军挺进到苏浙湾地区。可是我的意见呢，没有被采纳。那时啊，我也没有权利啊，所以这条路啊，要靠你们来走。主席，您说的对，我记住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现在是中华民族一个大的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走到了一个历史关头。有志的年轻人呐，要立志做些大事情啊，做改变国家命运的大事情啊。是，那就祝你胜利凯旋。谢谢主席，一路平安。我走了，主席保重。出发吧。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作战，在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啊。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主席好兴致啊！这一边行军，还可以一边吟诗。我这个苏维埃主席马上就要离开自己的共和国了，我只是啊有感而发呀。你看，这半年来，蒋介石在我们周围修建了无数的碉堡和据点，近百万大军啊，利用这些坚固的工事，层层包围，步步紧逼，把我们8万多红军压缩在这日益狭小的区域。
所以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啊。蒋介石修的这些个公路碉堡，花了大本钱呢，但是啊，确实也起了大作用啊。我们被这些公路碉堡挤压得快动不了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啊，只有选择战略转移，突围出去，北上抗日，这样才有出路啊！只有选择战略转移，突围出去，北上抗日，这样才有出路啊！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正确路线。但不管怎么说，老蒋也只是把我们挤出了江西，他并没有真正的打败我们嘛。原来啊，磨刀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好风景啊，在前方等着我们呢，走吧。对，踏遍青山人未老，咱们走，咱们走着瞧。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白浜英子さんのお宅ですか？あなたは？英子さんの友人地方州と申します。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わかりました。どうぞ。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お嬢様、お客様です。英子さん。星君じゃない。どうしたの？友達が上海に戻るのを神戸まで見送りに来たんだ。時間があったので君に会いに来た。さあ、どうぞどうぞ。お父さん、お母さん、お客様です。私のお客様ですから、お構いなく。君にあげる。ありがとう。お母さん、ちょっと見に行って。英子。英子。英子。星君、少し待ってて。お父様がお話があるって。お母様、どうぞ。英子から聞きました。早稲田の学生さんなんですって？はい。ご専攻は？電気です。まあ、素晴らしいわね。
中国からいらしたの？はい。日本は中国と戦っています。あなたたちの交際を他の人が見たらどう思うかしら。白浜家は神戸の由緒ある家柄なんです。これは他人の目を気にしなくても構いませんが。気に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わ。この世の中はほとんどが他人なの。あなたは私たち家族も含めて少数の側なのよ。ダメだ。それは無理だ。中国人と結婚するなんて絶対に許さん。お父さん、私はお父さんのことを愛していますが、保州さんのことも愛しています。もし白浜家の家柄ゆえに結婚できないのであれば、私はこの家を出ても構いません。失礼いたします。では。英子。英子さん、休養がありますか？保州君、私の居場所を見つけて。どうしたんだ、英子さん。家族と喧嘩したの。1935年4月2日，溥仪自大连启程访问日本。溥仪乘坐的日本天皇御用座舰“比瑞号”于4月6日抵达横滨。此后，又被安排造访天皇皇宫。日本皇室的绥靖之心，世人皆知。关东军卵意下的傀儡皇帝溥仪，完全沦为日本在东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天皇裕仁的母亲打破常规，在后宫宴请了溥仪。这样的会见，在日本皇宫中是少见的，这让溥仪感激涕零。皇徳皇帝、東京上野恩賜公園の桜の花が間もなく咲きます。陛下にぜひご覧になっていただきたく存じます。多謝皇太后。皇太后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对不起，昨日偶感风寒，身体有些发烧。干し椎茸を煎じてお飲みになれば解熱効果があります。多謝皇太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皇太后から干し椎茸です。中に皇太后直筆の戦時法が書かれております。お帰りになり次第、ぜひお飲みくださいとのことです。これは皇太后が皇徳皇帝のために特別に注文されたタバコです。ご承納ください。あの皇帝は関東軍を大変恐れていると聞いております。今回天皇陛下が手厚く対応されたので、帰国後鼻が高くなり関東軍としてはまずいのでは。これらは皆国際連盟のとぼけた連中に見せるためだけのものだ。はしゃかせておけばいい。満州には石炭、木材、食料、金、無限の資源が眠っている。鼻が高くなっても大いに結構。いつでも叩き切ることができる。根据我们的原定计划，要在11月份向红军发起总攻，但现在他们确实已经实施了大规模的转移，突破了我们的包围圈。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头上是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脚下是一路的崎岖坎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没有停下，进湘西，转贵州，渡乌江，夺遵义，4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越五岭逶迤，跨乌蒙磅礴，过铁索寒桥，翻冰雪岷山，走过荒芜的草地，穿过泥泞的沼泽，他们跋涉了25000里，最终到达了陕北吴起镇。同胞们，9·18事变以来，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已经处于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绝不做亡国奴，绝不做亡国奴，绝不做亡国奴。同胞们，大家想一想，阿比尼西亚仅仅以800万人口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做英勇的反抗。我们中国有4万万的同胞，我们会束手待毙吗？绝不束手待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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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胞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日本人赶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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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意！讨伐队的来了，野狐大家先撤！大家快跑啊！讨伐队来了！快撤！
大姐，快！おい、今の2人が重要人物だ。1人が不良した。过来，两人帮忙！手伝ってくれ。慢点儿，他受伤了，慢点儿，慢点儿。姓名：外面那个姑娘，是你们讨伐时被吓着了，和我一起跑了出来。你们放了她。放了她，谁来照顾你？你们不放她，我什么都不会说。你们不放了他，我什么都不会说。畜生！連れて行け。大姐，大姐，你小心啊！大姐，大姐，姓名：常凤英。哪里人？四川宜宾。有没有参加共产党？没有。有没有参加赵尚志的部队？没有。有没有参加抵抗日本军的活动？有。嗨。你为什么承认这一条？这需要隐瞒吗？你为什么要抵抗大日本皇军？这需要掩饰吗？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是来帮助你们建立国家。你们来解放我们？你们没来这儿之前，这儿怎么了？你们来帮我们建立国家，你们也真说得出口。如果我到你们国家去，你们抵抗不？这是3岁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我不但要抵抗，我还要抵抗到底。我们一定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このバカ野郎！どうせいたか。こいつはただ者ではない。多分共産党の大物だ。すぐにハルピンに送るんだ。この傷がひどく、おそらくハルピンまでは持たないかと。まず傷の手当てだ。
大夫，他醒了，你过来看看。哦，姐，慢点儿，慢点儿。哎，别动。来，慢点儿。没事。他们啊，让我给你治伤。谢谢。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医治你吗？他们啊，想知道更多的事情。看来你要吃苦头了。他们从我这儿什么也得不到。大夫，你一定要医好我的病，我一定要逃出去。我还要和他们接着看。姐，来，打一针吧，啊！哦，对了，他们啊，要送你去哈尔滨。站住！走！把他们关上！回来！手榴弹！救人！是。没有啊，他们到底把赵一曼藏哪儿了？再走。报告，没有。报告，这还剩了个活的。赵一曼关在什么地方？被带走了。如果你还能活下去，不要再当汉奸。赵一曼，怎么样？我们还做吧。好啊。有什么条件？请讲。我就一个条件，把那个姑娘放了。你们不是来解放我们的吗？那就不要和老百姓过不去。いいだろう。この条件は受けましょう。ああ、わかった。
嘿，我当着你的面，现在就放了。おい、あの女を連れてこい。はい。大姐，大姐，大姐，你没事吧？我没事。梅花，回去吧，好好过日子。我不能扔下你，我不能扔下你一个人啊！听大姐的话，一定好好过，一定好好过日子。你走吧，去吧，啊，大姐，回去吧，回去好好过。啊，我走了，走吧，你要保重我。薬を取り替えます。你是日本人吗？我不是。那你为什么说日语？上班的时候不说日语是要罚的。看来他们这是要灭族啊！你的气色很好，怎么样？我们合作开始吧。好啊。看不懂吧？那我背给你听。我们就合资这些嘛。难道这还不够吗？你不讲信用，有和强盗讲信用的吗？其实我能知道你这交易门，就说明了有人跟我们合作。而且我还了解很多。在我这儿，你不会再多听到一个字了。你要记住，我是很有耐心的。那好，那你就继续等吧。有。自长城抗战以来，处在抗日最前沿的北平学生，
看够了忍让、妥协、屈辱，看够了那一纸纸丧权辱国的协定。先是淞沪停战协定，后是塘沽协定。6月27日，签订了秦土协定。10天过后，国民政府接受了和美协定。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2个月后，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悲慨激昂的旋律回荡在古城上空，那正是129抗日救亡运动汇聚起来的乡子的呼唤，家国的怒吼。哎，老毛，你看，好了啊，静一静。同志们，我们现在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自从我们到达陕甘根据地以来，我们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3次围剿，恢复了同共产国际中断了1年多的联系。可以说，中国革命摆脱了危机，走出了困境，一个新的革命年代到来了。会议的下一项，由张浩同志介绍一下共产国际第7次大会的情况。张浩同志，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不认识。老毛，你们是老相识了吧？我和张浩同志认识10几年了。后来我知道张浩同志成为我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张浩同志，请坐。啊，好，那我现在就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共产国际这次大会的精神。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要求我们马上调整战略思路。这个味道不错啊，大家多吃点啊。罗夫同志啊，现在天这么冷，你得多吃一点辣椒啊，这样的话能够保暖，这都是御寒的啊。这我吃不了，上火。上火了，上火了！我那儿有黄连，送你泡点水喝，真正的川凉哦。朱老总，那么贵重的药材，受之有愧。君子不夺人之美啊！你这都已经好难当头了，还讲什么客气了？说什么呢？这么热闹。来，让朱老总说的对，保密。来，罗夫同志啊，现在呀，我们全国抗日，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于你这个好难当头啊，事事中药没准可以帮你去火啊，管它是什么东西呢，多吃多吃啊！毛泽东同志比喻很生动啊，很有道理。谢谢朱老总啊，那我就愧领了。哎呀，我送你了。你们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林彪同志啊，这个会开得太有必要了。我们在遵义时只是解决了领导问题，把博古换了下来，让张闻天副总责，毛泽东也回到了领导岗位。面对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
往后的路线方针都还没有确定啊。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上午啊，我听了张浩同志的意见，很兴奋呐。我认为啊，我党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呐，都要尽快的联系，争取攻复顾难呐。我们应该尽快把建立统一战线的事提到我党的日程上来，不光是要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老毛这个认识不对啊。列宁同志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也就是第123页第5行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是最不可依赖的，依赖了他们，必将断送革命。这些理论都没有搞清楚，那是十分幼稚的。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好吧。毛泽东这个人呐，远见卓识，他的这个统一战线提得好啊，有理有据，连冯玉祥都能跟我们共产党合作，张学良怎么就不能跟我们并肩作战呢？我同意老毛的观点。来，毛泽东这个人呐，了不起，看问题总是高我一筹。怎么样？咱们继续开会，谁先说？让老毛先说吧，他有准备啊。好，那我先说。